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三足鼎立，不是，是谁教肖战这样当顶流的？这是我断更期间在肖战工作室评论区中看到的一条评论，有时真的不要过犹不及。既然稳坐巅峰，就要有容人之量，若是吃了肉连汤都不想给别人，反倒显得霸道了。毕竟对每个角色，观众心里都有自己的评判。当时就陷入了沉思。配图正是微光盛典主办方整的影视作品和角色投票，不管是肖战主演的3部作品，还是他演的角色，乃至 OST 都被粉丝和观众们给投到了最前面，霸占第1、第2和第3。结合情境看这条评论，内娱现在都这样了吗？前面空降官宣宝狮龙代言，就被网友指出肖战这样对其他艺人不公平。网传家人2024开年刊时，也有网友说徐克的电影拍着，郑晓龙的大饼追着，还有开年刊，资源这么好，应该给别人分点。这样的投票直接要求有容人之量。年底的各大平台的活动没参加也是应该的。肖战一出现就抢走了所有关注，应该让给别人。不公平，容人之量，让等字眼出现在肖战身上，有点戏谑。三足鼎立的肖战，把顶流之路走得太绝。不管是哪方面的内容，总有网友抖机灵故作深沉的来一句演员还是得靠作品，光有流量和粉丝走不长远。哪怕是肖战作品已经播完了，我是断更了，不是断网了。一个人上网真的挺无助的。5G 时代却要和生活在2G 时代的人沟通，这不是代沟，是不可跨越的鸿沟。就像先入为主的偏见一旦有，就不会客观。不难发现，只要将粉丝和流量这2个标签死死地贴在肖战身上，他的影视作品的质量和个人魅力就自动矮3分。只要说一句，肖战如今的地位来源于对饭圈的收割，同样作品的质量和他个人魅力就会因为粉丝和流量这2个属性大打折扣。但问题真的是这样吗？流量和粉丝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，拥有流量和粉丝的前提，一定是先有作品，这毋庸置疑。没有人出生就自带粉丝。一直强调肖战的这2个属性也有原因，一直带着粉丝和流量这2个标签，就能自动忽视掉作品，让所有的视角都以这2个看似最不值钱的标签看待肖战目前的顶流含金量。可恰恰相反的是，当下粉丝和流量才是最值钱的。别的不说，就说最近热门的董永辉小作文事件，不再次证明粉丝们朴实的情感和信任崩塌的那一刻，是俞敏洪乃至整个东方甄选都无法承受之痛。言归正传，放下一切滤镜和偏见来看待肖战在2023年4个月连续播出的3部剧：年代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、玄幻仙侠剧《玉骨遥》和都市剧《骄阳伴我》，从题材、人物性格、表演方式完全不同的3个题材、3个角色类型。引用3个月前发的一条动态中读者留言：很多人羡慕他上剧快，密集播剧，但反过来同时播，而且都是男主戏，是演技的密集曝光，成则为王。如果在演的时候稍有不慎，那也是密集式翻车。但是肖战扛住了。3个完完全全不同性格的人。肖春生有点野，痞帅的北京小爷，走起路都拽；石颖清冷，盛阳活力元气打工人，完全不一样。另外一个网友的评论我也很认同，从他这3个剧本的选择也看得出来，他对自己对好作品的标准并不完全重合于市场大流，甚至有些逆流。不是大 IP， 不追求大男主，不追求强起伏的狗血戏剧性，原创剧本结构完整，逻辑性强。这在这个数据论时代其实非常冒险，也因此非常难得。简短，基于事实，没有吹嘘。抖机灵的网友总爱丢下一句：
没有作品，光靠粉丝和流量。作品、粉丝、流量原本是网友用来佐证肖战顶流含金量的三大痛点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作品、粉丝和流量也是他们关注的人最想要却又没有达到预期的。在肖战这里，作品、粉丝和流量是难以撼动顶流的根基。痛点不再是痛点，而是肖战的优势。这三个优势成三足鼎立之势，才是难以撼动的原因。第一点，作品。内娱常常被强营销的热度忽悠，给人一种非常火爆的感觉。但一部剧不管有多长，它都有播完的一天，强营销也有撤掉的一天。当演员无法赋予角色灵魂，为作品注入鲜活的生命，让观众切实的共情，再多的大 IP 堆砌，相同的题材狂砸，演员如果只是做到了将文字影视化的作用，别说吃到角色红利了，剧播完立马打回原形，更别说有效吸粉了和事业上的加持。不说别的，让肖战暴鱼出屎的角色位无限，让观众有多共情，让无数网友带入了与他本人所经历网暴事件。现实版不夜天，现实版乱葬岗玉骨遥的石影，让无数官媒引用的家国观、处世观。发现没有，我说的这两部可是古装剧。最让人能共情的还是《骄阳伴我》里盛阳的原生家庭和职场打工人。父母吵架，最后吵的都是自己，窃取劳动成果的上司，每一个都在演我。正如网友所说，所有的剧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没有狗血的情节，逻辑不符的剧情。肖战撑起了所有和他角色相关所衍生的人物线，这就是强人物、强剧情、强共情的演员。为什么现在网传的《沧海传》主角没定配角吵翻天的原因，和他相关的剧配角关注度、讨论度蹭蹭暴涨。哪怕是这部还未正式官宣的郑晓龙导演新权谋剧，也有很多网友说，现在观众不是要求高了，口味刁了，也不只是审美疲劳了，本质就是你不认真对待角色，更无法理解剧本深层的含义。更别说与编剧和导演讨论角色不合理的地方，并让导演和编剧都认可做出修改。虽然不知道是否有所指，但他戳中了国产剧和那些被归为带爆行列的目前现状。明明是不同的妆造、场景、情节，他们一哭二虐三吐血的神态表情却一模一样，用尺子量都分毫不差。疯狂点头，这不就是目前古偶的现状吗？所以每个题材都大胆塑造的肖战多么有前瞻性，现在的观众经不起测试。测试他们喜欢你演哪个题材，也经不起测试哪个题材的角色能让你大爆。第二点，流量和粉丝。也不说远了，就说最近大热的活动，很多人看不上微博举办微光盛典之前整的投票，有多大意义不细说，但至少能看出来肖战的流量有多么恐怖。这个直观的扇形表，肖战不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的总和，个人占比超84%，这不就是作品、流量和粉丝三者的共同体现吗？肯定会有人说，肖战就靠这些数据支撑，但数据不正是流量可视化的一种体现？影视行业是注意力经济，粉丝是艺人作品的观众，商务的消费者。你既然都爆了，为什么到了需要粉丝帮忙投票的时候没有粉丝来？这还只是不用花钱随便拿手机点点的投票，那需要花钱开会员、追剧、花钱买代言的时候还能指望得上吗？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输出，直接动手指头投票都没人愿意做时，你到底是真爆还是假爆？第三点，奖项。这应该是不认可肖战作品且最容易让粉丝无法回对的痛点之一，但这又有何妨？如果只是时间问题，交给时间。内娱陪跑大器晚成的没不胜数，内娱更不缺奖项傍身的演员，却难找到一个作品好、粉丝多、流量大同时都拥有的人。要知道，只有奖项没有星光的荣誉，
就像没有宝石的皇冠，没有观众口碑的金杯也是一块破铜烂铁。肖战也属于个例，给吃瓜群众的错觉肖战是一个特别老派的明星，出道至少几十年，作品多到数不过来。其实出道时间还是个位数，主演影视作品一双手都能数明白。那些正统的奖项他的观众都等得起。再说肖战是31岁，不是71岁，后面的机会大把的，不要急。肖战不仅拥有顶级的星光，同时还有顶级的商业价值。不是捧杀，内娱还能找到能与肖战旗鼓相当的国际奢牌待遇吗？更别说还有一众国民度超高的代言。有作品，有星光，同时手握高国民度和国际高奢，三足鼎立的同时还兼顾商业。不是，肖战你怎么把顶流之路走这么绝，还让别人怎么玩？是让都没法让。看似是肖战的三大痛点，却也是肖战内在这个加速迭代的内娱稳居顶流5年的重要因素。作品、粉丝、流量成为三足鼎立之势，粉丝和流量可以合并为星光，作品与星光互持互补，奈何粉丝的存在感太高，常常与流量的话题并驾齐驱，不相上下，这让肖战在顶流之位长达5年还难以撼动，而这个根本是肖战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